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言。近期流传中国边检正在疯狂限制国民出境，甚至有人筹备多年的出国梦，在海关的剪刀下碎成粉末。避了一下这个申请美国签证的地方，根本过不了。还有7天我就要出发泰国了，我的护照被剪成了这样啊！我补办一个护照，我以后出去旅游也方便啊，对不对？把行程写好了，去哪个国家，什么时候去了，到时候根据这个行程去核实你的那个了。你是有一致的。我知道，我到时候我会申请的吗？你申请你就把行程写了，你现在把你的行程写清楚啊，你去哪里吗？你确定好了，有能力去了，你再来申请。现在去国外都要先报备啊，报备当地的派出所。来了啊，去报备一下。最近有不少朋友发现呀，出国比之前麻烦了很多。你像全国很多地区啊，像河南呀、湖南呀、青海呀，尤其是福建呀，你回来以后啊，有的都接到老家的电话让你注销护照啊。我现在已经气得发抖，已经想死了。我刚刚去值机嘛，然后他说我护照过期了，我都愣了，机票我都买了，护照过期的话是买不了机票的。然后我机票都购买成功了，为啥现在临走了告诉我？办个批护照，又是查存款，又是查资产，还要流水证明。知道的我是出国打工，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去西天取经去了。好多人要在等。请于20号到4号窗口办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办理护照越来越严了？只有2种途径。那你以旅游的目的性去换护照，或者说新办护照的话，你需要提供旅行社的交费证明，或者说跟旅行社签的合同，才可以新办护照或者说换护照。而如果你要以出国打工为目的的话，可能比你买房的材料还要多。哎，你好，我想查询一下我的护照办没办下来。那就查到窗口查，我们这边电话查不了。但是之前我都是电话查的，就是我12月25号提交的那个材料，中间公安局已经打电话核实问过我了，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信儿。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要是办不下来，或者是差什么材料，是不是应该打电话跟我说一下，让我补交材料啊，不能这么一直等着。你好，我这边能办的材料里没有你的，就还有啥疑问可以到去窗口试试啊。上窗口，然后就能帮我查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是啥，到现在都没办下来呗，就只能到窗口了，是不？那行，好嘞。一直都在说没有我办不了，我每次打电话都是这个态度。这2天在忙着办理这个新护照，但是一直都没办出来，他不给办啊，这就有点恶心了。我都不知道这些人一天是干啥的，吃着皇粮，一天不干正事儿。前2天我有一个朋友要去办护照，竟然要他出示邀请函，真惨呀，真惨呀！办个护照还被拒了。很多人感慨，中国人不是在办签证，就是在办签证的路上。别人的出国是买机票、订酒店，说走就可以走。我们出国要开证明、打流水、交行程，反复证明自己不会被滞留。事实上，今年中国持续收缴居民出国的护照，这显示民众的流动自由遭到管控。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大陆居民出境达8802.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0.5%。这波强劲增长不难看出，太多中国人都向往国外的生活。兄弟们，我现在在深圳皇岗口岸了。今天呢，我要用护照去香港。上次我在福田口岸拦下来，带我去小房间问话，5个工作人员轮番问我，问了1个多小时。工作人员问我去越南干嘛，身上带了多少钱在身上，以前去过哪些国家，待了多久，去国外干什么然后检查了我的手机，检查了我的行李，看我没什么问题才让我去过关。总共折腾了我2个多小时才过完关。中人最快的翻身方式呢，就是出村，不要再去想着创什么业啊、自媒体啊，你就说说普通的人有几个能干成功的？在澳洲上班，付出跟你的收入是成正比的。比如说像我今天上了将近12个小时，11个小时多，那算成澳币大概就是330多刀，换算成人民币那就是1600多块。所以瓷砖师傅最低的话都有350刀，你可以算一下，一天就500刀了，500刀乘以6，一周的话3000刀到手。我非常清楚知道，我工作的每1分钟，他们都会换成钱给我。卷是什么？卷是无意义的，卷是那种本来应给你200块钱1个小时，你非要干2个小时，或者说本来200块钱1个小时，你非要100块钱去做，那个才叫卷。这位博主坦言，如果想翻身，不如到发达国家，这样不仅能挣到钱，也能为自己的下一代铺路，一条不卷之路。也正因如此，中国官方进一步收紧护照。今年1月，退休官员和公务员群体明确受限；3月再次扩大到普通居民；5月、6月又传出，申请出国过程不仅需要提供存款证明、工资流水、邀请函，还要经过公安局、派出所等处的多层审查。
甚至中小学教师、护士、基层公务员等群体，护照需要统一保管。部分居民回国后，护照则被直接注销或暂停使用。与此同时，在中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阿里巴巴、深度求索等企业的顶尖 AI 研发人员和高管也被要求出境前必须报批。海归高材生也被列为国家重点的储备人才，同样面临出境审批。对此，有博主感叹，在其他国家一本护照走天下，但中国的护照更像一份层层审批的申请书。曾有在国企银行工作了10多年的高层向美国之音透露，大约在2016年以后，中层以上干部的护照就都由单位保管。另外，他们每年还要填写领导干部廉政表，其中一项是出入境情况的申报。银行内部还有员工系统，每年需要更新护照资料。不只是银行，工农中建交这5大副部级国有商业银行都有明文规定，除了收护照，银行工作人员和银行大厅人员都不得接受任何采访。一旦出现负面舆情，总行办公室会用统一话术回应。那么，这是不是就代表在中国大陆多级审批制度已将属于中央或省级的出境权限，下放到了基层呢？任何一个村镇书记、派出所警员都可以透过拒绝签字，剥夺一个公民的合法出境权。有大陆前官员坦言，他认为当局之所以执行严格的护照政策，是为了将每个人与政府紧密绑在一起，断绝一切逃跑通道，以确保在危急时刻你不能有二心，甚至你的家人也会成为人质。事实上，他身边90%以上的体制内人员都对国内现况感到非常不满，而这些人分布在警察、国安、旅行社等多个领域。现在国内的不少地区啊，都不给办护照了，被封控了。你像河北藁城、保定、江苏东海、广西福建、青海都是免区了。最夸张的是，此前还有流传，在广州白云机场，一名常年定居在海外、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妈妈，带美国公民的宝宝准备返回美国时，竟在海关遭到强行拦截。海关人员不仅逼问他们的海外生活，强行查验国内资金流水，还在毫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当场掏出剪刀剪碎美国绿卡，一度引发极大争议。据一名常出国的博主透露，早在2、3年前，边防人员就已经开始检毁国民的护照了。特别是在疫情爆发以后，大陆民众出境变得更加困难，说不让你走，你就不能走。而且限制出境的政策都是无痕式的执政，没有书面文件。但反观其他的护照呢？这是中国护照，目前只能免签全球46个国家。这是香港护照，可以免签172个国家。拿个香港护照，今天就可以飞英国伦敦，明天就可以飞东南亚，后天就可以去首尔，大后天就可以去日本10日料，不用准备一大堆材料，也不需要提前规划，完全可以说走就走。澳门护照，你就能。中国呢有14亿人口，有护照的大概只有10%，真正走出去国门看过世界的还要再打一个折扣，也就是5%到6%。很多人以为出国很正常，但在现实里这本身是有门槛的，要确认一件事儿，你走得出去也一定会回来。帮我们想想，要15个工作日啊！从疫情大爆发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跑路的焦虑感，特别弥漫在中产和白领阶级。许多人在茶余饭后或在网络群组中研究离开中国的方法。有钱有学历的人研究加拿大技术移民，年轻人申请留学，父母申请陪读。若一时没办法，那就碰碰大运，先落地泰国，再想办法去其他国家。有学者分析，这批人群有别以往，他们出国既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发财，只为了移民享受生活，拥有一种价值观。但也因如此，在出入境和资金跨境流动方面的双重管控下，他们要经历重重困难才能抵达他乡，享受片刻宁静。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